大家好，我杰斯。一直有观众问我游戏耳机怎么选，毕竟现在2300块钱的耳机，各个参数都是号称对标千元旗舰，但实际天差地别，谁敢吹谁就卖得好。那么这次咱们耗时1个月，从数百款耳机里边优中选优，挑出100到2000价位段，实际体验以及口碑都非常不错的主流游戏耳机，直接一次性喂饱你啊！看完之后不需要再担心游戏耳机不会选了。那么首先，个人比较喜欢的游戏耳机主力鸟玄武 ZG2，那么这款耳机优势在于性价比确实非常不错，179元的价格给到了4模连接，不错的佩戴体验、外观质感以及 RGB 灯效，耳罩和头梁海绵给的都比较扎实，压力分配非常均匀。我的头围是61.5厘米，算是标准大头，还戴眼镜。主力鸟玄武带给我的佩戴体验还是非常舒适的，并且金属头梁的柔韧性也非常不错。个人比较推荐白色，颜值也会高上很多。声音方面，主力鸟玄武采用5毫米复合振膜，低频量感很足，脚步声非常沉闷，加上解析力还不错，脚步声的定位感就非常明显。中高频贴合HM2013曲线，枪声也不会过于刺耳。不过低频的增强对于一些喜欢清亮声音的朋友来说会感觉有点闷啊。不过200不到的价位，主力鸟玄武 ZG2 的这个素质还是不错的。Hello， 这里是主力鸟玄武 ZG2 的麦克风测试，1到5分，请给出你的评价。西伯利亚 K06S， 那么这款耳机在400价位段的表现确实是非常越级啊，我愿称它为 T0 开智耳机。它这个 AI 灵气算法没用之前，我以为纯粹噱头啊，不过实际用下来确实是非常牛逼啊，尖锐的高频会被自动削减，过量的低频也同样削减，不会显闷。耳罩和头梁的海绵给的非常扎实，并且海绵质感非常柔软，耳机的压力分配非常均匀，并且耳罩的包裹感很强，压缩感几乎可以说是没有啊。这方面 K6S 最牛逼的点在于它的 AI 灵犀算法是建立在耳机本体内置的 NPU 神经元算力单元的基础上，所有 AI 运算都在耳机本体完成，不需要依赖电脑和手机的算力，保证了低延迟的同时算法也能真正有用。而且 K06S 本身的声音素质也非常不赖，解析力很高，复杂场景下的各个枪声与道具声的层次感也非常明显，音乐模式下的调音非常契合HM2013曲线，3频均衡，拿来听歌也完全没有问题。游戏模式下低频会稍微增强一些，氛围感更强，脚步声的听感也会更沉，真的算是400价位段的全能型选手。Hello， 这里是西伯利亚 K06S 的麦克风测试，1到5分，请给出你的评价。西伯利亚 T10， 那么这款耳机可以说是3柔属首选啊。3柔钻石冠军赛和烽火赛的赛事指定耳机，大洲权威这一块还是无需多言。黑色无光设计搭配单元外壳拉丝银色铝合金，质感还是不错的，重量340克左右，稍微有点重啊。但是耳罩的包裹感还可以，耳朵后面不会有漏音的感觉。这方面，西伯利亚 T10采用了50毫米超大 PET 单元，调音上略微强化了一点脚步声和爆炸声的基底，高频大面积增强，定位感和距离感的优化很好，尤其是针对3角洲复杂场景下的音频处理，单独定制了4分频独立腔体，打洲这块属实权威。当然，如果你什么游戏都玩，想要全能型的，我更推荐 K06S。
Hello， 这里是西伯利亚 T10的麦克风测试，1到5分，请给出你的评价。那么接下来100到300交流段，性价比不错，并且相对来说体验还比较好的游戏耳机。首先，灵豹 T9，139元，50毫米铝箔振膜，金属头梁，1500毫安时电池。我的天呐，真的能挣钱吗？外观这一块没什么多余的设计，不好看，但也不丑。个人其实比较推荐169元白蓝色的版本，颜值会高上很多。耳罩采用透气网布的设计，质感适中，佩戴体验稍显一般。不过我有个头型很方的朋友说他戴着很舒服啊。这方面，灵豹 T9采用50毫米铝箔振膜，低频增量不少，脚步声和枪声的听感会有点沉，更加突出。不过相对的环境声稍微有点混浊，中高频缺了点信息感。但139这个价格还能挑什么呢？这里给大伙儿感受一下游戏实战。Hello， 这里是灵豹 T9的麦克风测试，1到5分，请给出你的评价。戴灵 G3，200价位内非常罕见，几乎没有无线底噪的耳机。外观设计虽然一般般，但149块钱支持磁膜连接，2000毫安时超大电池啊，并且它的佩戴体验还挺舒服的。耳罩的内部空间很大，包裹感也足。耳罩和头梁海绵质感柔软，主要它还在头梁尾部以及耳罩连接处设计了2个转轴，平常收纳起来也非常方便。戴灵 G3的声音其实还挺奇特的，它的低频增益不少，但并没有糊成一团的感觉，解析力很高，耳机的横向空间感也不窄，在150块钱这个价位段有这个表现确实非常不错，就是可惜中高频的量砍了一截。瓦罗兰特的脚步声会相对偏小，其他游戏倒问题不大，给大家听一下游戏实战表现。Hello， 这里是戴灵 G3的麦克风测试，1到5分，请给出你的评价。态度 THS326，整体黑红配色，外观攻击性拉满，耳罩和头梁海绵给的很足，金属头梁的柔韧性也不错，冰感耳罩夏天戴着也不闷热。不过但愿外壳上的神人英文真的很难让人绷得住。这方面，态度 THS326的低频增益有点多，比较适合3A 大作，不过得益于50毫米动圈和7.1虚拟音效，游戏表现还不错。接下来让我们感受一下游戏实战和麦克风测试。Hello， 这里是态度 THS326的麦克风测试，1到5分，请给出你的评价。西伯利亚 K03S 啊，西伯利亚 K03S 也算是我们频道的老常客了。赛博电量屏确实很好用啊，耳罩和头梁海绵的量给的也很充足，佩戴体验 OK， 拆解之后内部做工也是很 OK 的。200价位以内的音质也是比较少见，偏向轻量的那种，解析力不错，声场适中，信息感听着很足。咱们感受一下游戏实战。Hello， 这里是西伯利亚 KN3S 的麦克风测试，1到5分，请给出你的评价。英菲格 H9 外观简约干净，并且麦克风可插拔，直接带出门当蓝牙耳机也完全没有问题。单元调节角度自由，不会出现一侧明显更重更压头的感觉。续航非常不错，2.4G 50%的音量，实测续航最保守都超过120个小时。耳罩和头梁的海绵给的很足，冰丝蛋白皮，夏天戴着也不闷热，也算是有效防止红温。这一方面，英菲格 H9 采用50毫米动圈，在低频的混浊频段做了不少削弱，脚步声会更加突出，定位能力也非常不错。咱们直接感受一下游戏实战。
Hello， 这里是英菲克 H9 的麦克风测试，1到5分，请给出你的评价。微智人周听 Pro Max 前言内相对罕见的底座基站设计，底座集成了充电收纳、USB Hub 和 RGB 灯效，非常实用。当然也要看你的桌面空间。外观通体银白色，加上月牙形金属网孔装饰点缀，观感柔和，非常耐看。分段式海绵的头梁加上不小的可调角度，整体包裹感很不错，佩戴体验非常不赖，并且还有零束特调音效。玩塞耳朵的哥们儿应该都知道这个主播常年直播间10万加人气，那咱们直接感受一下这款耳机的游戏实战。Hello， 这里是微智人周听 Pro Max 麦克风实测，1到5分，请给出你的评价。新歌 EP5，如果你对游戏耳机的音质存在怀疑，觉得太闷太糊，那 EP5 的电竞套装绝对是能满足你的需求。EP5 的调音非常贴合哈曼209曲线，相比游戏耳机根本没有所谓的脚步声和枪声争议，属于是非常干净的声音，没有压低环境声、噪声、放大脚步，3频分离的很好，很干净，配合远超同价位游戏耳机的单元素质，无论是解析力、分离度还是声场，在同价位都非常不错。我们直接进入游戏实战。Hello， 这里是新歌 EP5，现在在检查麦克风的通话是否清晰。1234，1234。斐乐1这一款应该是400以内最全能的游戏耳机了，2.4G DN10无线3模主动降噪，双金标认证，这个价位能给的全给了。纯白外壳搭配少量金色点缀，很有高级感（括弧不要买黑色）。把麦克风拔了，直接当蓝牙耳机带出门也完全没有问题。单元4向可调，铝合金头梁的柔韧性也很不错，配合特别软糯的单麦皮，戴起来很舒服。声音方面的话，比较推荐默认的音乐模式啊。实际游戏虽然没有对特殊频段增减益，但解析十分清晰，细腻感很足，空间定位能力优秀。我们直接来看看游戏实战。Hello， 这里是斐乐1的麦克风测试，1到5分，请给出你的评价。阿斯顿 A3 Pro 这一款可以当做斐乐1的游戏进阶版本，环眼镜头戴式设计加上索尼 A9 同款类肤单白皮耳罩，佩戴体验还不错，就是可惜耳罩尺寸小了一点，大耳朵的用户可能会有点压耳朵，主动降噪效果也很不错啊。其实如果它外观设计的没有这么战斗的话，完全可以当个能带出门的全能型耳机。调音属于3频均衡的那种，声音的分离度、解析力都非常不错，尤其是针对塞耳朵的枪声优化，我们直接来看游戏实战。Hello， 这里是阿斯顿 A3 Pro 的麦克风测试，1到5分，请给出你的评价。原部落 T50以及无线版本的 TR50，那么这两款耳机在外观以及声音调教上都是一样的，只是单纯无线版本比有线版本的价格贵了100，但是外侧有拉丝金属纹理，质感还不错。T50的调音非常偏激，调音和传统游戏耳机的闷糊完全反着来，听感非常通透，并且雷达振膜的响应速度相较于其他振膜要快上许多，各个频段的声音都收放自如，道具与脚步声的分离度非常不错，这里给大家游戏实战体验一下。
Hello，这里是野蛮部落 TR50的麦克风测试，1到5分，请给出你的评价。乌龟海岸刺客620代，美利坚老资历，北美那边持续9年的游戏耳机市占率40%的霸主啊！不过在中国大陆这边不温不火，单元外侧这个迷彩纹就非常老美，耳罩透气网布单元4项可调，理论上戴起来应该挺舒服的，但耳罩空间实在是有点小，头梁也有点夹呀。重量294克，佩戴体验只能说一般般，适合小头，但是声音表现就非常不错。乌龟海岸不愧是做声卡起家，这款耳机解析力放在同价位基本上就是爆杀的水平，横向声场表现很好，人声贴耳，整体调音略微偏向流行，拿来日常听歌都能算半个不错的音乐耳机，分离度优秀，听声辨位信息很足。不过脚部声做的有点太贴耳了，明明隔了一条街，但听起来就像耳边踩的一样啊！刚开始用这款耳机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啊，这里给大伙儿直接感受一下它的游戏表现。Hello，这里是乌龟海岸刺客620代，大家觉得这个麦克风的效果怎么样呢？1到5分，请给出你的评价。如果你的头围比较大，可以尝试一下乌龟海岸刺客630代，相较于刺客620代3代的佩戴体验以及无线续航都要好上不少。对3屏的分离度和各种道具脚步声的距离层次感做了点优化，声场也宽了一圈，特别是纵向的表现更好了。云视听可能不太明显，但 A/B 对比还是能比得出来的。这里给大伙儿简单感受一下游戏实战。Hello，这里是乌龟海岸刺客630代的麦克风测试，1到5分，请给出你的评价。ROG 破风，依旧质感天王，通体漆黑，盖板外侧带有 RGB 的 ROG 大眼睛，华眼镜头戴加透气网布耳罩，重量296克，分摊的很均匀，佩戴体验可以说是非常巴适，并且破风的镀钛振膜用的也是最好的一批了。单元声学素质不错，各类声音的分离度都做得很好。默认模式是3频均衡，游戏模式则是削弱了一些低频，突出中高频脚步声定位以及枪声细节。破风可以说是1000价位以下大厂御三家里最性价比的选择，这里给大家感受一下游戏实战。Hello，这里是 ROG 破风，大家觉得这个麦克风的效果怎么样呢？1到5分，请给出你的评价。ROG 冷静2，我愿称之为最帅的游戏耳机（括弧白色版本）。标志性的地形耳罩轮廓搭配简约的纯白外观，加上三角形的灯条，还有会发光的大眼睛，外观颜值我直接给到夯爆。佩戴体验也相当舒服，同量网布非常透气，耳罩有单外皮和网布2种选择，单元调节角度也很大，戴起来非常贴合，重力均匀分散。冷静2的声音偏亮，低频被压缩了很多，中高频的解析力细节很足，但相对来说没有破风那么耐听。这里给大家感受一下游戏实战。Hello，这里是 ROG 冷静2，大家觉得这个麦克风的效果怎么样呢？1到5分，请给出你的评价。雷蛇旋风黑鲨 V3 Pro， 雷蛇家族稀有的无灯白色简约风，网布耳罩舒适透气，单元左右上下旋转自由度很高，而且阻尼感很合适。不过有一个很抽象的点啊，就旋风黑鲨 V3 Pro 是有主动降噪功能的，但网布耳罩又隔不了音，所以这一点就有点难评。不过好在旋风黑鲨 V3 Pro 的声场非常开阔，指向性很明确，这里给大家感受一下游戏实战。
Hello，这里是雷蛇旋风黑鲨 V3 Pro 的麦克风测试，1到5分，请给出你的评价。ROG 真是这款耳机，我只能说 HiFi 耳机的一小步，游戏耳机的一大步。虽然它售价2K，但大平板还是 HiFi Man 亲手调教的耳机，音质这一块属实有点太权威了。头戴以及耳道包管很好，单元转轴以及水平的俯仰角度都足够大，并且平板耳机的耳罩真的是大的很夸张啊，戴体验完全没有夹头和压头的感觉，但耳机重量400克，戴久了脖子确实有点酸。ROG 真实的声音表现可以说是非常的惊艳，振膜启停非常干脆，细节残响控制的也非常精准，即便是大战场多道具的情况下，声音的分离度也非常高，生长规整、横向、纵向的层次感很强，并且声音的线性度很高，这就代表你在游戏中脚步声以及枪声的定位判断非常精准。当然，平板耳机对于宿舍党来说也有一个比较大的缺点，就是完全不隔音啊，这一点我纯粹看你个人需求啊。这里给大伙来一段实战感受一下。Hello，这里是 ROG 真视的麦克风测试，1到5分，请给出你的评价。那么视频最后来一段音乐云视听，给大伙横向对比一下音质差距啊！当然还有 UP 主特有的讨饭环节。如果本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，请别忘了点个关注，点个关注，点个关注，拜托了，你的关注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咱们下视频不见不散，拜拜。让我与你握别，再轻轻抽出我的手，直到思念从此生根华年，从此停顿。让我与你握别，再轻轻抽出我的手，直到思念从此生根华年，从此停顿。让我与你握别，再轻轻抽出我的手，直到思念从此生根华年，从此停顿。让我与你握
思念，从此生根华年，从此听